故事开头，女主小玲遭遇不幸，原因是债主的追债。把男友阿健当作避风港的小玲，只好带着所有家当找到男友。没想到一到阿健家门口，小玲遭到阿健劈腿，还说他只是备胎，并被赶出家门。绝望的小玲拖着行李走到了神社，几天没吃东西，晕在神社门口。好心的女妖怪阿言看到后，把小玲带回妖怪合租房照顾。刚下班回家的两个男妖怪发现家里来了人类，急忙用心灵感应询问阿言事情经过，并劝阿言不要轻易介入人类的事务。阿言不听劝告，开始询问小玲的经历。小玲和同事阿健恋爱时，阿健总是借口为结婚存钱，让小玲支付约会的费用，甚至骗小玲借钱给他投资。后来阿健工作出了大错，他请求小玲为他顶罪，结果小玲失去了工作，失业又负债累累的小玲被房东赶出门，债主追债，故事开头的惨剧就这样发生了。听完小玲的不幸经历，所有妖怪都为她感到不公。小玲习惯把错归咎于自己，她总是责怪自己平凡，不怪阿健无情。阿言听不下去了，怒斥：像你这样自卑的女孩得振作起来，向那渣男复仇，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小玲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她终于忍不住内心的委屈，大哭起来。一旁的女妖怪小诗感到心疼，决定今晚先让无家可归的小玲留宿。半夜，4个妖怪原形毕露，讨论小玲今后的去向。偶然起床喝水的小玲无意中听到了谈话，她想当面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一刻，人和妖惊讶的面对面，都吓得尖叫起来。第二天，妖怪们担心身份暴露，故意把昨晚的事说成噩梦，企图糊弄小玲。看到小玲仍然不安，阿言赶快转移话题，询问她的未来打算。男妖怪飘叔是律师，他表示可以帮小玲讨回债务。小玲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拒绝理由很简单，他不想破坏在阿健心中的好印象。交往期间，即使怀疑阿健有外遇，小玲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看到小玲如此卑微，正义的阿言决定亲自出手，好好教训这个渣男。这个晚上，阿言利用自己的美色，将好色的阿健诱骗到妖怪合租屋，打算现场揭露阿健的真面目，让小玲彻底死心。在其他妖怪的协助下，藏在茶室的小玲偷听到了阿言和阿健的对话。阿健竟然在新欢阿言面前毫无顾忌地贬低前女友小玲，说她品味低，长相差，只适合当提款机，不适合当女友。阿言借洗澡为由，来到茶室，找到了令他大失所望的小玲，愤怒地追问：你到底要为这个渣男牺牲多少美好的青春？周围的人不明白阿言为什么这么生气。阿言逐字逐句强调，阿健无论在长相还是气质上，都和她的丈夫长得一模一样。300年前，变心的丈夫想要娶新欢，但因为家中有贤惠美丽的妻子阿言，担心落人口实，于是趁阿言生病卧床时，在药里下了毒。没想到毒药没有夺去阿言的生命，反而让他变得丑陋。最终，阿言因无法接受自己的丑陋模样而去世。阿言去世后不久，丈夫便娶了新欢。新婚之夜，阿言化身厉鬼，复仇成功，害死了丈夫。阿言讲完自己的故事，露出恐怖的真面目，吓得小玲疯狂逃命。但作为人类的小玲，怎能轻易逃脱阿言的掌控？满怀怨念的阿言附身到了小玲，手持武器，决定和渣男阿健决一死战。就在小玲靠近阿健的瞬间，阿健开始诡辩：都是因为你那些自以为是的付出和倒贴，让我感到厌烦，我才会脚踏2条船。听到这话，阿言想到自己以前的付出，在丈夫眼里，那也不过是不值钱的倒贴。她伤心地坐倒在地上。这时，其他妖怪忍不住了，纷纷现出真身，吓走了阿健。被吓跑的不仅是阿健，还有刚从附身状态中苏醒的小玲。小玲好不容易逃出妖怪合租屋，但因为阿言的哭声又折回了。看到阿言那么伤心，小玲希望阿言能振作起来，就像她当初鼓励小玲一样。阿言有些错，刚刚还被吓坏了的小玲，为何突然回来安慰自己？小玲急忙解释：因为我想到你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第一个陪我一起生气的人，我更多的是感到高兴，所以就不再害怕了。这时，突然出现的朴叔询问小玲，是否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处罚逃跑的阿健。眼下，相比惩治渣男阿健，小玲更想了解眼前这几位的真实身份，于是开始了妖怪小课堂。大家按照传说中的图鉴，向小玲介绍自己的妖怪名称和人类身份。阿言在人类社会中是一名性感的护士，看起来稍显年长的女妖怪小诗，实际上是负责为家宅和仓库带来福气的精灵做夫童子。她在人类社会中是这间妖怪合租屋的管理者。之前提到的律师朴叔
实际上是妖怪华朴。他行为神秘，被其他妖怪称为妖怪总司令。而一直沉默寡言的男妖怪阿九是酒吞童子，他的人类身份是拍卖公司职员，因为性格温和，深受顾客喜欢。妖怪们介绍完自己的身份，还顺带提醒小林，这间屋子原则上不接纳人类，所以小林可以随时选择离开。但一旦离开后，小林必须保密，不得透露这里的任何事情，否则会带来不幸。了解到大家的真实身份后，小林强忍住内心的恐惧，他请求大家帮助自己向阿健追回被骗走的钱。第二天，小林拿着飘叔帮他准备的诉求书去找阿健，他表示不需要额外的精神损害赔偿，只希望阿健归还自己的10000日元。阿健不愿意还钱，竟然开始利用感情牌，他哀求小林原谅他，希望两人能够重归于好。这时候彻底死心的小林不再软弱，他拿起高跟鞋朝阿健头上狠狠一击，同时上演了一出鬼附身的戏码，威胁如果阿健没钱还，就用命来抵。这让阿健吓坏了，他一边磕头一边保证会尽快还钱。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后，小林离开了阿健的家。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张招聘广告，按照广告上的地址，他来到了一家专门研究妖怪的杂志社。为了尽快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擅长写作的小林不得不撒谎称自己对妖怪很有研究，希望能够得到这份工作。面试过后，小林回到妖怪合租屋，希望在找到合适的房子前能继续在这里居住。尽管小林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妖怪们的真身吓得当场昏过去。看来小林决定以昏迷的方式开始和妖怪们的合租生活。然而和妖怪们生活并不容易，小林还是会害怕看到妖怪们的真身。这天早上，小林收到了之前面试杂志社发来的试用通知，他决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工作。小林刚踏入杂志社，就被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连午餐都没时间吃。这时帅气的明星编辑小宗来杂志社处理事务，得知小林忙到连午餐都没时间吃，小宗就分享了自己带来的点心。面对这样的关怀，小林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小林惊讶地发现合租屋里闯入了一名陌生男子。在妖怪们的说明下，小林得知这名男子是房东小让。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惊人的头衔。原来他是神社的9代单传，业余驱魔师，还是合租屋的知名按摩师。看来现在的驱魔师不仅要会驱魔，还要懂得按摩技术。晚饭时，小林幸福地讲述了自己与小宗的初次相遇。听到这些，所有妖怪都为小林可能展开新恋情感到高兴。毕竟活了上百年的妖怪们对人性非常了解，他们提醒小林在感情上不要被男人占便宜。自卑的小林认为小宗根本看不上如此普通的自己，让大家不要担心。这时，原本喜笑颜开的阿言突然面露难色，似乎感应到了什么。隔天工作结束后，小林宗邀请小一起喝酒放松心情。见小林十分拘谨，小宗特意拿出价格不菲的古董餐盘，告诉小林，如果在与他工作的过程中感到被职场骚扰，亮出这个餐盘当作是对他的黄牌警告。小宗此刻完全没意识到，这句话给他未来的生活埋下了隐患。接下来，小宗终于露出了他真实的面目。他先是用药物让小林昏迷，然后对昏迷不醒的小林伸出了魔爪。幸好一位神秘男子及时出现，将小林从色狼手中救出。原来这位男子是小林所在杂志社的社长袁导。同时，合租屋里的阿言感觉到小林遇到了危险，他正专心施法寻找小林的具体位置。瞬间，房间里妖风大作，所有妖怪的脸上都露出了恐惧的表情。这时，阿言感应到小林已经脱险，很快就会回家。他急忙出门，将东倒西歪的小林带回家，细心照料。朴叔得知这一切后指出，小宗的行为属于职场骚扰，希望小林以后要多加小心。直到这一刻，迷糊的小林还以为自己没什么值得利用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昏迷，仅是因为不胜酒力。妖怪们决定趁小林睡着时仔细调查小宗的背景。第二天，因为昨晚不慎昏睡过去，小林未能按时完成小宗交给他的任务，结果被小宗和其他杂志社同事排挤。为了顺利通过试用期，小林恳求小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看着主动送上门的小林，小宗有了新的打算。晚上，妖怪们将调查结果全部展示给小林看。原来小宗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他已经有妻子和孩子，总是用威胁利诱、灌酒下药这种卑劣手段对女员工动手。由于小宗有权有势，被他欺负过的女员工都只能选择沉默。阿言说完这些，想起了一个有着相似遭遇的妖怪朋友，希望他能现身说法，劝告小林避免职场骚扰。正说到这里，曹操就到，一个可爱的少女小菊从庭院的枯井里爬出来。据传说，
长相出众的侍女小菊，在拒绝了家丁的骚扰后，被诬陷，不幸死在枯井中。讲完故事，小菊爆出了惊人的内幕，她的真实故事和传说大相径庭。原来小菊之所以死在枯井中，是因为遭到了家主和家丁的职场骚扰，她受尽了屈辱，无颜面对深爱的未婚夫，才选择了这条绝路。一旁的飘叔不禁感叹，原来无论时代怎样发展，职场中女性的处境依然没有变。这时小林收到了小宗发来的邀请，让他明晚在酒吧见面。得知这一消息后，小林为了这份工作决定赴约。小菊作为经历过相似事情的人，她希望小林不要因为工作的需求牺牲自己的尊严。小林不想每天提心吊胆的和妖怪们同住，所以想要尽快拿下这份工作，于是他脱口而出道：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我真的不想和妖怪合租。这句话戳到了妖怪们的痛处，他们纷纷陷入了沉思。第二天晚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小宗打着工作的幌子，逼迫小林主动现身。眼看小林不同意，小宗直接霸王硬上弓。突然，酒吧里出现了一口枯井，场面十分恐怖，把渣男小宗和惊魂未定的小林一起抓回了妖怪合租屋。妖怪们集合起来，用盘子当飞镖，让渣男小宗满地乱爬。小宗为了洗脱罪责，巧舌如簧地辩解说，还有很多女人是靠我才得到更好的工作的，我只是利用职场的权利，为那些求职的女性提供了捷径而已。这时愤怒的小林听不下去了，他利用小宗之前提到的用反职场骚扰的古董餐盘给小宗一记致命一击。第二天，小宗因职场骚扰被捕的新闻在杂志社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他女同事们非常生气，都在抱怨竟然跟这样的人渣共事过。这时社长袁导告诉小林，他已经被录取为正式员工。小林压抑内心的激动，向袁导表示感谢。看着眼前勤劳的小林，袁导回想起之前接到的感谢电话，原来小林在做客户调查时，不仅会耐心听每个客户讲故事，还会适时的鼓励客户，帮助他们解开心结。晚上，小林为之前说的难听话向妖怪们道歉，同时坦白自己得等到发工资才能补上近期的伙食费和房租。飘叔代表妖怪们表态，希望小林不要把之前说人妖有别的话放在心上，因为害怕妖怪是人之常情。之后，小林向小菊感谢他帮助自己严惩了渣男，小菊也向小林表达了感激。如果不是小林的话，他也无法从过去的伤心事中完全走出来。小菊刚走，房东小林突然出现，劝他尽快搬出这里。见劝说无效，房东给小林戴上护身符，开始施法。因为法力太弱，房东不得不靠近小林胸口的护身符，这让小林情不自禁地感到紧张。这天上班时，小林收到闺蜜小兰的消息，邀她晚上一起吃饭。久违的见面，小兰立刻把自己的男友齐藤介绍给小林，让他帮忙看看。通过小兰的介绍，小林得知齐藤是一家知名拉面企业的创始人，他目前正在为自己的品牌寻找投资人。听说小兰这个从小聪明可靠的朋友打算投资男友的生意，小林也心动了，想要加入这波投资的热潮。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合租妖怪阿九不仅在这家店里参加联谊，而且特别受女生的欢迎。当两人四目相对时，气氛突然变得尴尬。小林回到合租屋后，开始和妖怪们聊起自己打算投资拉面生意的事。这时刚进门的阿九嘴里嘟囔着齐藤这人不对劲。飘叔听了阿九的话，立刻上网谷歌了齐藤的个人信息，发现这人除了没有公开自己的照片外，其他信息都和小林所说的一样。妖怪们以为阿九喝醉了。第二天，小兰带着50份拉面兴奋地找到小林，庆祝投资成功。他之前投资的10万日元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增长了3倍。尝到投资甜头的小兰决定继续借钱增加投资金额，边吃着美味的拉面边听着这样的好消息。杂志社的其他同事也开始心动。心动不如行动，同事美雪开始向小兰打听关于男友和投资的事情。小兰的潜力股男友是在一个免费交友软件上遇到的，最近他们打算结婚并购买房子，单身又没钱的美雪感到无法坐以待毙，她也下载了那个交友软件，随后掏出了钱，希望小兰能在投资的道路上带带她。杂志社的社长袁导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幽默地提醒说，投资是有闲钱的人才做的事情。晚上小林用剩饭招待了其他妖怪，大家兴奋地谈论投资。虽然活了千百年的妖怪们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但看到小林这么有干劲，他们不忍心打击他，没有直接提醒他。趁小林去洗澡，妖怪们开始私下议论，为什么多年未见的朋友一见面就让小林投资。这时阿九突然想起来齐藤的真实身份是个牛郎，他经常拿着从不同女性那里收到的贵重物品带到阿九工作的拍卖所去卖，而且
齐藤非常擅长利用社交网络，精准地了解目标的喜好。听到这里，飘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齐藤之所以冒充一个从未在社交网络上露面的精英，是为了打着投资的名义进行诈骗。这一切恰好被即将去洗澡的小林听到了。小林想起餐桌上看到齐藤曾经搜索过小兰的社交平台，之后便送给小兰她喜欢的布丁，这让小林感到不安。他急忙跑回大厅，请求妖怪们帮助自己的好友小兰摆脱骗局。妖怪们认为他们不是慈善家，没有义务去帮助一个他们从未见过面的人。看着旁观的妖怪们，小林决心自己一个人去救助好友小兰。场景一转，小林毫不犹豫地向小兰揭露了残酷的事实：齐藤根本是个诈骗犯。被爱情蒙蔽的小兰却不愿意相信，认为小林对齐藤有偏见，故意抹黑他。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小兰愤怒地离开了。晚上，粗心的小林回到合租屋，寻找厨房里的用品，打算用来对付齐藤。他全副武装，刚要出门，就又匆匆返回了合租屋。原因是他发现齐藤的名片上根本没有留地址。作为律师的飘叔经历过不少经济诈骗案，他提醒小林，诈骗犯都非常狡猾，不会轻易留下任何让人追踪的证据，劝他不要白费力气。小林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无谓。他说，无论是小时候抄作业，还是成年后来到东京打拼，只要他求救，小兰虽然总是嘴上说无奈，但绝不会坐视不理。现在小兰遇到困难，如果她不能帮忙的话，算什么闺蜜？小林慷慨激昂的话让众妖怪陷入了沉思。之后，小林得知小兰这周天要和男友一起去买房，决定去房产公司救小兰于水深火热。头脑简单的小跟踪小兰来到房产公司，试图凭一己之力劝阻小兰签署合约，没想到被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关进了杂物室。好在阿九猜到小单独行动会出问题，杂物室里他们发现小被五花大绑着，然后阿九全副武装的陪小回到房产公司。阿九刚踏入门槛，就把这几天收集的证据摆到了小兰面前。证据中包括齐藤和一个伪装成房产公司女职员的合照。女职员见状不妙，拿着小兰的钱就准备逃跑，但被阿九用法力困在原地。可惜的是，小兰对齐藤还抱有一线希望。她拿着手中的戒指质问齐藤是否真的爱过她。齐藤还没来得及回答，阿九就给了小兰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来齐藤不仅是个诈骗犯，还是个假钻戒批商。他曾给每个受害者都送过钻戒。当骗局被揭穿，齐藤毫无悔意的淡定说，想告我就告，骗婚这事本来就难举证和立案。最后他还嘲讽说，大家会觉得受害者是傻的可笑。单纯的小兰听后气得直接晕过去了。这时一阵诡异的气息扑面而来，悲愤之下，小突然长出了一角，难道他也要变成妖怪？看到这一幕，齐藤一行人吓得落荒而逃。阿九索性把这帮人绑回合租屋，准备进行最终的审判。审判还没开始，齐藤一行人已经被众妖怪的真身吓得叫喊不停。小林决定不轻易放过这些人，他已经变成妖怪，对着齐藤猛咬不止。一时间，齐藤的惨叫声在合租屋里回荡。这一幕足以证明小林已经完全妖化，可能是长了特殊角的丧尸。事情结束后，小林将从齐藤那里追回的钱还给了小兰。那一刻，小兰看着手中的钱流泪了，小林也陪着她的闺蜜偷偷红了眼眶。第二天，小兰又来到杂志社找小林，他们因为齐藤的事之前有过争执，这次小兰特意来道歉，同时还了美雪的投资款。临走前，小兰承诺要和小林做一辈子的好闺蜜。小林像小时候一样紧紧牵着小兰的手，回应了她的承诺。小林也诚恳地向美雪道歉。美雪不仅没有生气，还邀请小晚上一起吃饭。她说要介绍她的心上人给小认识。这一去才发现新的惊喜，原来美雪心中的心上人竟是阿九。晚上小林和其他妖怪聊起这件事，才知道外表受女性欢迎的阿九其实有一段悲惨的过去。很久以前，因为俊俏的外貌，阿九总是收到各种情书，但他都不予理睬。一名女孩因为迟迟等不到阿九的回复，相思成疾过世。为此，阿九自责不已。当阿九打开女孩的情书时，情书因为沾满了女孩的怨念，自燃了起来，将阿九烧成了丑陋的妖怪。从此，阿九就被谣传成了遭到报应的负心汉。听到这样的故事，小林不禁感到困惑：到底是妖怪本身可怕，还是善于编造谣言的人类更可怕？就在这时，消失了一整集的房东兼业余驱魔师小让突然出现了。他突然现身合租屋，询问小林为何不带护身符。见小林结结巴巴，小让便开始施展他的法术。小让似乎察觉到了小林开始逐渐变为妖怪，画面突变，小让因为神社经营困难，
考虑把合租屋改建为收费停车场以维持生计。妖怪们非常困惑，纷纷表示有作夫童子的地方应该会繁荣。他们不解为何神社还是经营不善。面对妖怪们直指问题的质疑，小让便说出了真相。原来小林打破了合租屋不收留人类的规定，这导致祖传的驱魔镜出现了裂痕，这是个不吉的预兆。妖怪们对此半信半疑，而小林则陷入了自责。这时小让显得很有计划的样子，他提醒小林是时候考虑搬出合租屋了。为了保护妖怪们的栖身之地，小林决定尽快搬离。小林的决定让把他当家人的妖怪们感到不舍。到了夜晚，小林正努力攒钱搬家，并在网络上寻找赚钱的快速方法。他回想起社长袁导曾经说过，文章如果能上热搜，就有机会出书和拿奖金。于是小林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把自己与妖怪合作的经历写成文章发到了网上。第二天上班时，小林偶然听到同事们讨论他的文章，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文章上了热搜。好奇的同事们通过文章中的护身符推断出这篇文章是小林写的。这时袁导突然加入讨论，他认为小林现在的写作水平能上热搜完全是运气，如果想要持续热搜并出书，就应该好好利用妖怪室友这一点，探讨当前的热门社会话题。一向迟钝的小林听后点头，似懂非懂。晚上，妖怪们得知小林的文章火了之后，开玩笑地责怪小林公开了他们的身份。小林误以为妖怪们真生气了，赶紧解释自己无意中给大家添麻烦，只是想要尽快赚到钱搬出去。眼看小林一副委屈的样子，意识到玩笑开过头了的妖怪们立刻转变话题，开始与小林讨论文章火爆的原因。虽然小林不太明白自己为何火了，但根据转发记录，发现文章是在一个名叫导员的网红转发之后引起了热议。这位网红不仅帮助文章上热搜，还表示会永远支持小林。就在这时，房间的灯光突然变暗，庭院的枯井里传来阵阵喊声。只见一个长得像河童的妖怪从枯井中爬了出来。在妖怪们的科普下，小林得知这个妖怪叫阿玛，是个能够预言未来的人鱼，现在是元素有名的占卜师。因为占卜的像当准，所以广受好评。阿玛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看到了小林在不久将来会有好事发生，但紧跟其后的就是天大的麻烦。解决麻烦的唯一办法是把阿玛的画像展示给大家看。小林想知道所指的麻烦到底是什么。阿玛只是预言了未来，并没有透露其他任何细节。随后的日子里，好事确实如阿玛所预言般接连不断的发生。小林的文章不仅频频登上热搜，还确定将出版成书，连想租的房子也顺利签约了。得知小林即将搬离合租屋，妖怪们都感到非常难过。为了不让告别太沉重，妖怪们特意为小林举办了一场充满歌舞的欢送会。此刻大家都不知道，欢送会过后，小林的美好生活即将走到尽头。就在大家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阿玛不小心把小林和阿九的合照发到了网上。这张照片不仅引起了网友的谩骂，还让暗恋阿九的同事美雪误以为小林是一个专挖别人老公的心机少女。更糟糕的是，出版社因为认为小林的人设是恶意营销而提出解约。紧接着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小林下班路上被一个狂热的黑粉跟踪，他强迫小林录制视频，要他承认为了吸引眼球编造妖怪室友的故事，同时大声宣称要为天下除害，消灭像小林这样的骗子。幸好小让及时赶到，并阻止了黑粉的骚扰。回到合租屋后，妖怪们得知了小林的遭遇，不禁感叹这样的人类比妖怪还要可怕。此时阿玛再次出现，大家立刻把矛头指向了他，质疑阿玛是否因为担心预言不成，故意搞砸好事。这时小林突然打断了众人的争吵，他带着哭腔说，即使没有阿玛发合照的事件，一个无能之人像我被无端捧上天，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打入地狱。就在这时，那位黑粉利用刚才逼小林拍摄的视频，将小林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看着伤心流泪的小林，阿玛提醒道，你忘记了预言的后半句了吗？赶快画下我的脸来化解麻烦吧。小林虽然画技拙劣，但还是尽力画了阿玛的肖像。阿玛虽然不抱太大希望，还是把画像上传了网上。出乎意料的是，奇迹真的发生了，大家开始赞美小林的画作。之前追踪小林的黑粉也瞬间成了众矢之的。这一刻大家都非常高兴，跳起了舞。临走前，阿玛苦口婆心地对小林说，人类啊，从古至今一直都没什么变化，他们总是跟风，不加思考，所以不要让别人的评价影响你的心情，因为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这番话让小林意识到了自我认可的重要性。之后的日子，小林尝试着分享了不同妖怪的画像，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好评。
相反，小林画技拙劣的人只增不减。袁导担心小林会再次被恶抨击，上前安慰。没想到小林自信地说道：“我才不介意别人的看法，因为快乐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刻，袁导深深被自信满满的小林吸引了。他下意识地对小林说：“他会永远支持他。”这时，小林想起网红导袁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但想到袁导工作时总是对他大声喊叫，他马上放弃了把两人联系起来的念头。晚上，合租屋里又传来喊声，但这次不是妖怪要出场，而是小让要倒霉。因为飘叔偷看了神社的账本，发现神社根本没有要拆除合租屋的计划。面对妖怪们的严刑逼供，小让说谎只是为了赶走小林，但妖怪们不再信任小让，他们认为小让想赶走所有妖怪。一阵暴击之后，孤单的小让走出合租屋，恰好遇到小林。小林主动说他暂时不打算搬离合租屋。小让二话不说，用驱魔镜照出了小林的真身。小林头上长着特殊的角，是一个妖怪。看来小林身上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与妖怪们相处久了，见怪不怪的小林对此并不感到不适。这天上班时，杂志社来了一位重要人物九尾，他是杂志社总部最年轻的经营部部长，她的丈夫是总部的社长。他希望小林所在的杂志社能在1个月内制作出总部成立100周年的纪念册，并在丈夫77岁的生日派对上分发给来宾。袁导知道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因为时间太短无法完成而拒绝了九尾。心不在焉的小林突然建议可以把纸质纪念册制作成电子版发给来宾。九尾看到有人愿意接下这个棘手的项目，马上指派小林为项目负责人。第二天临上班前，小林兴奋地与妖怪们分享这件事，同时展示了九尾奖励给他的名牌钱包。妖怪们看着充满斗志的小林，都为他感到高兴。之后准备大干一场的小林，在整理满是灰尘的陈年资料时依旧精力充沛。即使得知总部取消了原本调来帮忙的人手，小林也没有退缩。作为总部八卦的唯一知情者的老员工梅雪却没有那么乐观，他怀疑这背后一定有阴谋，因为袁导是总部社长和前妻的孩子，而九尾针对袁导的行为也不是1天2天了，所以如果这是个好差事，绝对不会落在他们头上。晚上，小林和其他同事正在加班赶制纪念册，没想到九尾再次来访，直接调走了其他同事。这样一来，负责制作纪念册的就只剩下小林和袁导。袁导非常愤怒，他强调如果只有2个人是无法完成项目的。小林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向九尾承诺，即使只剩下他们2个，他也愿意尝试一下。画面突然转换，准备彻夜工作的小林不小心跌进了袁导的怀里。为了消除尴尬，小林和袁导开始聊起公司出版的关于妖怪的杂志，他们聊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妖怪动画。袁导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中被小林乐观积极的性格吸引了。第二天早上，妖怪们看着疲惫不堪的小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更加担心他的健康。飘叔不理解为什么小林对一份工作如此拼命。小林向大家解释说，从小到大没人真正相信他并重用他，所以这次他决定不惜一切努力，绝不能让对方失望。飘叔听完显得有些为难，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小林坚持不让对方失望的决心，不断地与时间赛跑。遗憾的是，公司的其他部门接连出现问题。小林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来催稿的九尾，没想到九尾不但不帮忙协调，还威胁说如果明天不能按时交稿，你和袁导就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吧。绝望中的小林决定孤注一掷，他向九尾保证自己会在明天之前完成所有内容。看到小林这么坚定，原本打算放弃的袁导决定加入这场战斗。他们经过1天1夜的努力，最终在凌晨完成了所有工作。没想到小林却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见多识广的飘叔根据小林身上的疹子形状判断，这是一种随时可能致命的邪灵病症，通常只有进过陈年仓库或接触过相关物品的人才会感染。飘叔还没说完，小林因为持续高烧已经昏迷过去，这让妖怪们非常着急。为了尽快治好小林，妖怪们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请来了驱魔能力较弱的小让，希望他能帮忙驱除邪灵。法事结束之后，小林奇迹般的苏醒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刚苏醒的小林急忙往杂志社赶。飘叔把这几天暗中调查的结果展示给小林。原来九尾是个彻头彻尾的狐狸精，他最擅长的是勾结无良律师，诈骗年迈富商的遗产。在整个诈骗计划中，小林不知不觉被用来排挤袁导这个碍眼的继承人。飘叔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小林当初没被名牌钱包诱惑，
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也不会让大家担心了这么久。小林为给大家添麻烦而道歉。飘叔趁机传授了一些职场生存的诀窍，做人做事要学会变通。另一方面，袁导得知自己因加班过度生病，决定在父亲面前揭露九尾的阴谋。没想到父亲知道后，反而批评袁导不知如何面对困难，并警告他不满可以随时离职。小林和飘叔偷听到了这一切，他们决定揭露九尾的真面目。在妖怪们的策划下，九尾匆忙赶到合租屋，以为社长快不行了，打着联系医院的名义，偷偷给他的律师情人报喜。九尾不知道，他的对话已经被小林录下来了。接下来精彩的部分开始了。小林当着社长和九尾的面，播放了之前录制的对话。飘叔还拿出了之前偷拍的九尾和律师情人的照片给社长看。九尾无法辩解，露出了他狡猾的真面目。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嚣张地挑衅说：“不要搞这些妖怪气氛，我根本不怕，等着接律师函吧。”愤怒的小林再次发力，和飘叔一起施法，试图让九尾现原形。没想到法力对九尾无效。当九尾回到总部想正式夺权时，那迟缓的法力突然起效，他渐渐变回了狐狸的模样。在妖怪们的帮助下，社长重新振作，回到了总部，取消了之前的所有遗嘱。被调走的同事也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小林把这次的经历分享到了网上。这时岛原给了他一个点赞，他开始比较岛原和原岛，回想起和原岛的甜蜜互动，不由得脸红了。晚上，小林为了确认岛原的真实身份，开始仔细阅读岛原之前的更新，越看越觉得岛原就是原岛。因为以前恋爱总被欺骗，对自己的判断力没信心的小林把这事告诉了妖怪们，他们帮忙出主意。阿言帮助下，小林给岛原发了消息，从回复中的“我会默默支持你”确认了他的身份。这样，小林确认了岛原就是原岛。此后，小林的目光总是跟随着原岛，即使是讨论杂志的新计划，也让他心跳加速。为了赢得工作狂原岛的心，小林询问妖怪们是否能让他变美，妖怪们都表示没有办法。这时阿言想到了山老，山老身穿辣妹装，浮夸的言行举止，他的出场很是惊艳。他利用接近人工智能的技术，迅速为小林设计了一套衣服。一场华丽的时装秀开始了，有田园风，也有成熟魅惑风。小林瞬间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女孩，妖怪们都为她感到高兴。变装后，山老深情地提醒小林：“我只能帮你改变外表，自信需要你自己慢慢建立。”听了山老的鼓励，小林突然想到山老适合他的新企划，便邀请他作为采访对象。采访当天，山老因没休息好露出了老态，小林急忙让袁导离开。山老透露，在分析袁导信息时发现他有心事，他建议小林利用这个机会打破和袁导的隔阂。为了表扬小林连夜完成的采访稿，袁导邀请他周末一起吃饭。回想山老的话，他鼓起勇气告诉袁导，自己愿意成为树洞倾听心事。袁导却让他不要插手他的事，这话让小林的热情被冷水浇灭。小林向妖怪们诉说了整件事，大家鼓励他不要放弃，建议他在周末的饭局坦白心意。很快到了周末，小林准备表白时得知袁导正为离婚烦恼，他只好抑制自己的感情，建议袁导和妻子好好谈谈。小林伤心地回到合租屋大哭，小林的哭声吸引了小让，他来安慰他。看到他情绪低落，一直隐藏感情的小林让突然说道：“最好的治愈情伤的方法是开始新的恋情，你考虑过周围的其他男性了吗？”小林没有意识到小让话中的意思，他急忙澄清自己只将飘叔和阿九视为家人。小让感到失落，默默地离开了合租屋。这时妖怪们突然回到了家，他们知道小林的恋情还未开始就已结束，纷纷安慰他，劝他尽力而为即可。妖怪们的温暖陪伴让小林再次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一直在外游历的让爸收到了小让的信号，得知人类已破坏了妖界与人类间的屏障。下班后，小林把整理好的书稿大纲给了袁导，希望袁导能提供专业的意见。袁导被书稿中的趣事逗笑，他建议小林认真创作，参加儿童文学的征稿。在袁导的鼓励下，小林开始迈向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道路。作夫童子小师外出办事，将照看大家的责任交给了飘叔。阿九提醒大家这段时间要小心，传言作夫童子不在家时，必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这让小林感到不安。很快，阿九的预言成真。晚上回家时，小林感觉有人跟踪他，吓得他急忙逃回合租屋。
小林以为进了合租屋就安全了，没想到又遇到了怪事，他被莫名其妙的推倒，接着房间里的物品开始不受控制的摇晃，小林彻底慌了，尖叫着跑出房间。还没等小林解释刚才的情况，所有家具突然剧烈摇晃，灯光也在一瞬间熄灭了。经历了这场莫名其妙的风波，大家更加相信传言是真的，祈祷小诗尽快回家。一直坐在角落的小让悠悠地说，他刚看到一个阴森的女子出现在合租屋里，从她的状态看，应该是活人变成的生灵。听到生灵这2个字，所有妖怪都震惊了，因为生灵是由人的怨念产生，它可以自由离开本体，并对仇视的人进行报复。问题是生灵来去无踪，即使是顶级驱魔师和妖怪也拿他没办法。这时阿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联想到袁导离婚的事，认为小林可能被小三，袁导的妻子因怨念化作了生灵。小林马上否定了这个推测，袁导曾提到他和妻子已经离婚，原因是妻子找到了一个很优秀的新伴侣。阿言提醒小林不应只听袁导一面之词，为了不让生灵继续纠缠小林，妖怪们特地请来了黄泉丑女。黄泉丑女的来头很不简单，她不仅是婚姻顾问，还是顶尖的分手专家，她处理过的男女关系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第二天，黄泉丑女帮忙牵线搭桥，帮助袁导夫妇进行了对话。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袁导对离婚有保留意见，他尊重妻子的所有决定。妻子虽然口头上说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但当得知小林是袁导曾提到的有前途的新人，他还是忍不住带着酸意嘱咐小林好好照顾袁导。妖怪们担心妻子口是心非的态度会引发更多怨念，可能会让生灵变得更加凶猛，于是他们带着刚回家的小诗和邻居小让一起捉住了生灵。但捉住生灵并不容易，因为生灵只有在情绪激动时才会出现，所以他们只能创造机会，趁生灵对小林下手的时候，用咒语使他定住，然后用渔网困住他。一番审问后，大家确认这生灵就是袁导妻子的怨念。这时黄泉丑女安慰生灵说，我知道你作为一个骄傲的人无法忍受被冷落的感觉，你选择先出轨以求离婚，但没想到你冷漠的丈夫竟然对公司的年轻小姑娘特别关心，这让你极度心大起。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不甘心迷惑了。黄泉丑女的话语深深触动了生灵，使生灵痛哭流涕。之后热爱聚会的妖怪们带着已经释怀的生灵欢歌笑舞，小林和生灵在欢乐中达成了和解。第二天一早，四处旅行的让爸回到了合租屋，证实了小让之前的猜想。小林的妖化表明妖界与人类的界限已经被破坏，现在防止小林继续妖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在1个月内与人类男子结婚。而大婚的日子正好是小林参加儿童文学征稿的截止日期。心烦意乱的小林去神社求签，恰好遇到了小让。小让向小林坦白了长久以来深藏的爱慕之情，希望小林能考虑和自己结婚。这突然的告白和求婚让小林大吃一惊。傍晚时分，袁导向小林坦诚自己其实是导员，并向小林提出了同居的邀请，1天之内接到2个男人的求婚。小林感到不知所措，他随后把这事告诉了妖怪们。妖怪们听后非常兴奋，他们开始猜测小林最终会选择谁。这场八卦的谈话不巧被小林听到了，意识到情绪激动的小林长出了脚，大家对小林的情况更加担心了。他们催促小林赶紧在袁导和小让中做出选择，一边是工作上帮助他的人，一边是一直在默默守护他的人。面对这些选择，小林感到为难。看到小林这么难过，妖怪们决定用自己的宝物与天狗大王交换，换来一张可以体验平行世界的符纸，让小林体验不同的人生后再做选择。体验开始，小林首先尝试了与小让结婚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她成为了神社的女主人。除了打扫神社，她还需要学习驱魔术，成为专业的神职人员。当小林表达出想重拾作家梦想时，小让虽表示支持，但希望小林先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再考虑成为作家的事。小林在犹豫时，他又回到了最初做选择的地方。这一次他果断选择了袁导。在与袁导结婚的人生中，小林的书稿赢得了儿童文学奖并成功出版，书还被改编成电影。他的生活中到处都是鲜花和掌声，但袁导并不满足于此，希望小林能写出更多符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这种压力让小林感到喘不过气来，他突然晕倒了。当彻底清醒后，小林回到了现实。他得知刚才的经历是妖怪们用珍宝换来的，小林既感动又觉得内疚，因为即使体验了2种生活，他仍然无法做出选择。这时
袁导突然打电话来，询问小林的书稿进度。这一刻，小林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书稿，他立刻投入到书稿创作中。妖怪们能做的就是默默陪伴着小林，偶尔给他送来美味的点心。在写作中，小林渐渐明白了一件事，他在心里大声呐喊：就算不能结婚，变成妖怪又如何？能够随心所欲的生活，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人生。门口守候的妖怪们感应到了小林决定放弃结婚，一直希望小林幸福的阿言想要打消他这个念头，但被朴叔阻止了。朴叔认为应该尊重小林的选择。书稿完成的那个早晨，小林将自己决定成为妖怪的想法告诉了小让，并向一直默默守护他的小让表示感谢。之后，他找到了袁导，向袁导感谢他的支持，同时拒绝了袁导的同居提议。尽管如此，袁导仍希望小林根据他的建议，完善书稿，进军儿童文学市场。小林笑着谢绝了袁导的提议，他畅快地说，比起为了成功而写作，他更希望能自由自在地创作。晚上，小林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所有妖怪，大家虽然震惊，但也担心小林未来的妖怪生活。与此相比，小林显得更加淡定，他决定云游四方，搜集资料，撰写一本关于如何获得超能力的书。尽管知道没人愿意出版这类书籍，但他还是想尝试，因为与妖怪们的相遇让他懂得，生活就应如此，未知而又值得期待。第二天，小林即将踏上新的旅程，阿言和小诗特意为他缝制了一顶帽子，希望小林一个人在外时能够好好隐藏自己的脚。这一刻，身兼父母角色的妖怪们回忆起与小林相处的点点滴滴，纷纷流下了不舍的泪水。1年后，袁导收到了小林寄来的新书《妖怪合租屋》，书中记录了一个名叫慕黑的女孩，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遇到了一群善良自由的妖怪朋友，并在共同的经历中得到了成长。故事到此结束。注意，书中有个戴花帽的男人正在给女孩算命，他摸摸鼻子，捏捏脸，检查牙齿，推测出女孩天生烂桃花，想帮助女孩摆脱烂桃花的困扰，他直接将女孩变成了妖怪，让她逃避了相亲和结婚的命运。大家好，我是小雨。接下来继续介绍由小芝风花主演的奇幻喜剧《妖怪合租屋》第2季《归来怪》。在上一季中，爱情至上的女主角小玲被无良男子欺骗，家产尽失，流落街头。一群善良的妖怪将她收留了。最初小玲得知他们是妖怪时还有些害怕，但渐渐的，她发现这些妖怪不仅不可怕，还非常善良。每当她遇到危险，他们都会伸出援手。因为长时间与妖怪相处，小玲也逐渐长出了只有妖怪才有的角，对此她并不排斥。通过与妖怪的相处，她意识到妖怪并不比人类更可怕，决定坦然接受成为一名妖怪，周游世界。她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但她没想到的是，离开妖怪后，她竟然失去了脚。没想到失去脚后的生活会如此困难。她的第1本书销量非常惨淡，她只能重新去打工谋生。结果还没等到发工资，老板便带着钱逃跑了。这时候，房东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没钱交房租，小玲被赶了出来。走投无路的小玲想要回到以前的妖怪合租屋，结果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原来这几年她离开后，妖怪们已搬到另一座寺庙居住。因为联系不上小玲，他们没能把新地址告诉她。这天，贫困潦倒的小玲饿着肚子去打零工，在不同的工作场所接连遇到了那些妖怪，饿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的她并没有认出他们，因此错过了相认的机会。晚上，妖怪们聚在一起谈论遇到小玲的事。作夫童子小诗和女妖怪阿言凭女性的直觉，觉得小玲一定遇到了困难，因为她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提出要伸出援手，但没想到遭到了酒吞童子阿九和妖怪总司令飘叔的反对。他们因为被小玲视而不见而心灰意冷，认为小玲已经彻底忘记了他们，决定恢复之前的原则，不再介入人类的生活。另一边，无家可归的小玲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一份高薪游泳教练的招聘广告给她带来了一线希望。她从小就擅长游泳，对这份工作来说简直是游刃有余。她轻松通过了面试。这家公司的老板川边不仅外表帅气，身材也很好，他对人特别温柔体贴。注意到小玲很久没吃饭，也无处可住，他贴心地为她准备了饭菜，并允许她暂时住在公司里。后来川边在和小玲单独相处时，向小玲表达了他的爱意。面对川边直接的爱意表达，久未尝过爱情滋味的小玲心动了。她完全没注意到这个突然对她百般好的男人并不简单。
到无意中听到川边对其他女性顾客也说了相同的情话，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认清了川边的真面目之后，小林开始重新审视这家公司。他注意到川边总是利用他的魅力，与女性顾客保持暧昧关系，诱使他们消费。一些顾客甚至因此耗尽家财，结果家庭破裂。此外，小林还惊讶地发现川边有时会偷偷从顾客身上提取精魄。小林立刻意识到川边不是普通人，他急忙找机会提出辞职。面对小林的辞职，川边依然用他惯用的甜言蜜语试图说服他。虽然小林已决定离开，却不自觉被川边迷人的话语吸引。这时他看到窗户玻璃上反射的自己面无生气，意识到自己差点也失去精魄，他不顾一切地决定逃离公司。川边不愿意就这样放他离开，一路紧追不放，不经意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川边的面容变得越来越狰狞。就在这时，一道强光突然出现，将小林带走。原来阿岩一直在暗中关注小林的情况，通过感应意识到小林遇到危险，急忙通知了其他妖怪。尽管酒吞童子阿九曾说不再管小林，听说他遇到麻烦后，还是第一时间赶来救他。脱险后，和老朋友们重逢让小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兴奋地与多年未见的妖怪们团聚。妖怪们嘴上仍然埋怨小林之前对他们视而不见，但心里因为小林之前的欣喜逐渐变得柔和，相信小林的忽视并非故意。叙旧结束后，小林讲述了自己的遭遇。阿九结合小林描述的河边那些奇怪的事情，还有那副恐怖的怪异样子，推测对方并非普通妖怪。大家纷纷劝小林别再去河边，因为身份不明的妖怪最令人害怕。小林却不愿意就此放弃，他想要拯救那些被河边迷惑的顾客。阿岩和小诗担心小林一个人行动，决定先弄清楚河边的真相，然后帮助他救出那些受害者。第二天，经过大家的精心计划，小林再次回到河边的办公室，谎称改变了主意，想回来工作，还带来了阿岩和小诗作为赎罪的客人。河边看到新客人来访，立刻忘记了之前被小林拒绝的不愉快，热情款待美丽的阿岩，试图从他身上夺走生命精华。机智的阿岩趁机从其行为习惯中察觉到了线索。回到合租屋后，大家聚在一起汇总了当天收集的证据。他们发现河边不仅用妖术诱导顾客购买游泳课，还用劣质材料冒充的昂贵营养品，同时还与37位女性顾客交往。表面上是真心，实际上是为了欺骗钱财和感情。除了河边的犯罪证据，他的真实身份也渐渐清晰。根据他喜欢吃黄瓜以及经常与水亲近的习惯，他们推测河边很可能是河童。为了确认这个猜想，阿岩以约会为名邀请河边来到家中，利用河童喜欢吃生鱼的习性进行各种试探，最终让河边暴露了破绽。这时阿九趁机揭露了他用来掩饰河童秃顶的假发。常言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袖子的假发也不能摘。被揭穿的河边羞愤交加，立刻露出了真身和阿九搏斗。小诗见状请求出战，念出了专门克制河童的咒语。咒语生效后，他嘴边吐出了大量的塑料制品，恢复了正常河童的模样，失去了战斗能力。原来他本是河中的普通河童，因为人类乱排放污水和垃圾，导致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生了变异，一步步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他把自己变坏的理由都归咎于人类，这让其他妖怪都非常鄙视他。朴叔认为应该对事不对人，虽然人类污染环境导致川边变异有责任，但川边用妖术欺骗顾客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贪婪。在被教育后，川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定按照小林的建议行事，向之前被他欺骗的所有女性道歉，并为自己之前的行为付出代价。在众人的谴责声中，川边被警察以诈骗罪逮捕，他的事务所因为欺诈行为被迫关闭。事务所的关闭意味着小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居所。无家可归的小林不安地向妖怪们询问，是否可以再次收留他。妖怪们热情地欢迎了他。回到那间温暖的妖怪合租屋，小林打算把失去脚之后的经历写成第2本书。但奇怪的是，无论他怎么敲键盘，他的手就像被诅咒了一样动不了。为了生计，小林开始到处打零工。有一天，他在一家整形医院打扫卫生，被医院的赤坂姐妹发现，她们觉得小林很适合做整形模特，于是聘请他当医院的整形模特。看到小林犹豫不决，赤坂姐妹用他们的整容理念试图说服小林。他们认为极致展示牙齿是最高级的美学。起初小林对这种奇怪的美学观念并不买账，但赤坂姐妹说的话像有魔力一样，让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回到家后，
小林兴奋地谈论赤坂姐妹的价值观，以及她被邀请成为整形模特的事情。酒吞童子阿九看到小林被洗脑的样子，感到担忧。他认为整形是需要谨慎考虑的，劝小林不要轻易接受这份工作。女妖怪阿言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整形能增强人的自信，而且小林还能因此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听到这些话，小林连连点头，决定接受赤坂姐妹的工作邀请。第二天，小林去整形医院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以前的同事小梅。在闲聊中得知，小梅将之前的不幸经历写成歌曲后一炮而红，实现了成为歌手的梦想，正在寻找下一首歌的灵感。这时，小林发现与赤坂姐妹的约定时间快到了，匆匆与小梅告别。结果他刚走几步就又摔倒，又撞到灯笼。小梅觉得小林的倒霉体质非常适合拿来创作，于是立刻跟上去，打算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小林到达医院后，得知他愿意成为模特，赤坂姐妹非常兴奋，她们热情地向小林介绍医院的新业务，给牙齿染色。面对这种前所未闻的整形项目，小林顿时感到犹豫。赤坂姐妹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断用充满诱惑的言语来引诱小林。她们告诉他，只要敢于接受改变，美丽就在眼前。他们的话不经意间触动了一直跟踪小林的小梅。小梅激动地冲出来，恳求赤坂姐妹帮她整容。原来小梅一直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即使成了热门歌手，还是因为颜值被人诟病。她迫切地需要彻底改变自己，希望通过整容摆脱困境。小林看到小梅的情况，感到非常有共鸣。他之前的同事尽管写作水平一般，却因为长得漂亮而受到追捧，而自己却始终不受欢迎。想到这些，原本犹豫的小林立刻同意了染牙手术。赤坂姐妹非常满意，立即带他们上了手术台。手术结束后，赤坂姐妹第一时间把小林的照片发到了网上，照片很快就受到了网友的追捧，这让小林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一回到家就兴奋地向伙伴们展示新造型。妖怪们虽然不理解他五颜六色的牙齿，但也不忍心批评，只能假装惊艳地称赞他。在自己变美的同时，小林也没忘记关心朋友小梅。他找机会约了小梅出来，询问她的手术情况。结果惊喜地发现，整容后的小梅变得非常美丽。不仅如此，小梅整容后还吸引了大量粉丝，甚至找到了一个高质量的男友。听到这些，小林心里立刻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他觉得如果自己进行大幅度的改变，也能达到人生巅峰。这时候，由于染牙项目大受欢迎，赤坂姐妹趁热打铁推出了新的整容业务，并再次邀请小林担任模特。急于变美的小林完全没有考虑这个整容是否适合自己，他立刻同意了。赤坂姐妹的操作后，新项目在小林的脸上成功完成。离开整容医院，小林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回头率高达100%，他暗自庆幸自己终于逆袭成功。回到出租屋，本以为大家会对他的变化惊艳，结果却听到一片惊叫声。原来是小林的眼睛和鼻子都不见了，而牙齿被染成了更加耀眼的颜色。赤坂姐妹的新业务就是抹去脸上的其他器官，他们认为突出牙齿的光彩是最高级的美。妖怪们发现小林对自己的异常毫无察觉，断定这是妖术而不是普通的整形。他们立刻施法让小林恢复原样。小林这才清醒过来，看到捂脸的照片，吓得又晕了过去。阿言看到小林的反应，意识到他之前痴迷于染牙一定是被妖术迷惑，既心疼又愤怒，决定帮助小林报复。几天调查后，他们发现赤坂姐妹不仅诱导消费者做牙齿整形，还卖给消费者有害的美容产品，借此赚钱。众人列举赤坂姐妹的罪状。小林突然得知小梅打算参加新的整形项目，急忙约小梅出来，苦口婆心劝她不要上当。小梅已完全被赤坂姐妹迷惑，不听劝告，直奔整形医院。赤坂姐妹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自来的顾客，认为利用小梅的明星效应可以推广他们的审美。正当他们志得意满地露出真身，准备在小梅脸上施展妖术时，小林和妖怪总司令朴叔及时赶到，捉回赤坂姐妹到妖怪合租屋。没想到赤坂姐妹妖力非常强大，轻易挣脱束缚。作夫童子小师及时出手，用咒语将他们困住。阿言认出赤坂姐妹是自己的朋友黑池女，激动地上前认亲。听到熟悉的声音，赤坂姐妹身上的黑雾慢慢散去，恢复了原形。为了不让小林害怕，姐妹俩立刻变回了人形，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古代，女性通常会把牙齿染成黑色，那时候黑池女是她们的守护神。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们开始觉得白色的牙齿更美，黑齿女不再被人们供奉。失去了地位的他们决定要改变这种以白牙为美的观念。飘叔认为审美是个很主观的事情，不应该被简单定义。他这么一说，其他妖怪也表示同意，并指责了赤坂姐妹的行为。看到情况有些失控，小林赶紧站出来缓和气氛。他认为赤坂姐妹帮助小梅找回自信，这点不算太坏，希望他们未来不要再用妖术迷惑人，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审美观。赤坂姐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羞愧地表示每当被黑雾包围时，他们也会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事。妖怪们回想起河童之前说的话，猜测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事件最终圆满解决，昏迷中的小梅醒来，发现自己的样子没有变化，脸上流露出失望。赤坂姐妹认真地告诉小梅，你现在已经很美了，不要被别人的审美观影响，真正的美丽是由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小梅仔细地照着镜子，意识到之前急于整容只是盲目跟风，这次她决定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离开医院后，小梅根据这次经历创作出了新的热门歌曲。小林看到她的变化，不禁为她感到高兴。高兴过后，小林想到小梅实现了音乐梦想，而自己的第二本书却进展缓慢，心情突然变得低落。他尝试回房间写作，但那种无法写作的神秘力量还在。这一切被一直在关心他的阿言看到，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幸好合租屋的伙伴们及时发现了异常，揭露了背后的真相，帮助小林恢复了原样。离开医院之后，小林获得了在出版社实习编辑的机会。得知此事的妖怪们纷纷感叹，认为小林终于迎来了好运。第一天上班前，小林满怀斗志，但回家时却显得非常沮丧。妖怪们看到后纷纷来关心小林的情况。经过询问，才知道小林的直属上司是他出书时的责任编辑阿让。阿让曾经对小林的书籍极尽贬低，这让他失去了写作的自信，无法完成续作，甚至他的妖怪特征脚也开始消失。妖怪们既同情小林，也感到愤怒，劝告他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受气。小林不想轻易放弃这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他决定咬牙坚持在出版社工作，尽管这位上司对他不太友好。在这种情况下，小林很难得到好的发展机会。上司一开始就给了他一个难题，让他和一个表现平平的同事豆豆一起报道知名作家和田。和田最近沉迷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司决定主题为人工智能的局限。小林希望能将这第一个任务做好。长期被上司贬低的豆豆一直情绪低落，甚至在工作还未开始就失去了动力。急切的小林想要自己来完成任务，但他的手仿佛被诅咒了一样，打不出一个字。妖怪们见状，急忙去求助于见多识广的房东老满，希望他能帮小林解开诅咒。老满对大家说，可能是上司尖酸的言语给小林形成了一种诅咒，不过他也不知道如何破解。看来这个诅咒短时间内难以解除。阿言主动帮忙，化身成人形打字机，帮助小林解决了不能打字的问题。两人合作，终于完成了稿件。稿件提交后，总算告一段落。但是文章一发布，和田立刻终止了与出版社的合作。原来和田认为人工智能无所不能，而上司的选题却与他的观点相反，这引起了他的不满。面对问题，上司不愿意承认错误，反而把责任推给了小林和豆豆，计划解雇他们。豆豆害怕反抗上司，将怒气转向小林，情绪激动，甚至暴露了自己妖怪的本质，这让小林大吃一惊。幸运的是，朴叔通过心电感应察觉到了危险，及时使用妖术把他们带回了合租屋。在作夫童子小诗的歌声中，人心得到了净化，豆豆渐渐平静下来，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原来豆豆是传说中的喜豆妖，以精确的算术能力而著名。自从有了计算机之后，人们就不再需要它了，它开始变得阴暗。豆豆的经历让住在一起的妖怪们都很感慨。随着时代的改变，他们目睹了许多妖怪堕落，还有很多妖怪因为没有栖身之地而悄然消失。豆豆慨叹自己常被上司冷落，也难逃这命运，很快就会消失。听到这里，小林怀疑豆豆的消极可能也是受到了上司的诅咒。小林一说出这个猜测，寺庙里的天神道真突然出现，他专门研究诅咒，对这类话题非常感兴趣。他解释说，恶意的重伤可以形成诅咒，而不断给自己施加负面心理暗示是诅咒难以消除的主要原因。只有打破内心的恶魔，加上他人的真心祝福，才能解开手上的诅咒。道真的话让小林和豆豆恍然大悟，他们意识到自己深陷上司尖酸话语中，
给自己贴上了失败的标签。不如正视这些问题，去解决它们。于是他们决定赢回和田的心，保住自己的工作。为了帮助他们，朴叔伸出援手，把和田带到了合租屋。在大家的软磨硬泡下，和田最终同意让小林他们与他家的机器人宠物比赛。如果他们能赢，他就会恢复与出版社的合作。看到希望的转机，他们准备全力以赴。本以为轻松战胜机器人，没想到机器人不仅知识渊博，下棋唱歌也样样精通，让他们接连败北。轮到豆豆出场，当和田问起他书中鳗鱼饭出现的次数，机器人只按鳗鱼饭3个字进行了检索统计，却忽略了一次用豆腐做的素鳗鱼饭。豆豆凭借其算术能力指出了这一点，及时纠正了错误，成功扳回了一局。这时和田提出了最终的挑战，要求小林和机器人通过写作来决定胜负，这让大家为不会打字的小林担忧，都在默默为他祈祷。小林不愿让大家失望，他全力以赴，相信自己能打破诅咒。正如道真所说，经过努力和祝福，小林终于摆脱了诅咒。他写下了心中所想，最终通过作品感动了和田，恢复了与出版社的合作，也保住了他们俩的工作。诅咒解除后，小林的斗志更加高昂。为了争取转正的机会，他在公司频繁加班，经常彻夜未归。他的这种行为给了别有用心的人机会。合租房的房东老满有个当警察的儿子小满，他一直暗恋小林，而对爱情迟钝的小林近来不同寻常的主动向小满表示好感。小满完全沉浸在这份温柔中，完全被小林牵着鼻子走，没意识到眼前的不是真正的小林。此时真正的小林仍在公司连续加班，不知自己已被人冒充。假小林为防止真小林干扰计划，在小林的外卖中下了手，导致小林的身体逐渐消失，吓得他回家寻求妖怪们的帮助。接下来的一幕令他大吃一惊，所有人都不理会他，而是和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欢声笑语。那人举止比他温柔得体，说话也特别甜，让阿言听得心花怒放。阿言听得非常开心，看着最亲近的朋友们都没有察觉自己的消失，而与冒牌货如此亲密，小林彻底失望，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合租屋。这时唯一能看见他的假小林跟了上来，落井下石，嘲笑说小林远不如自己受欢迎，认为自己理应取代他。话说完，得意洋洋地回家，继续向小满发起攻势。小林担心朋友和来之不易的工作即将被夺走，心中充满了不甘心，但因为身体正在消失，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假小林以自己的身份勾引小满。就在两人甜蜜相处之际，小满突然把辣椒酱抹在了假小林的脸上，假小林立刻露出了狸猫怪的真面目。其实妖怪们早已看出冒牌货的端倪，他们教小满接吻前要给对方涂辣椒酱。狸猫怪被激怒，将小满当作人质，小诗立刻开始吟唱神奇的歌曲。不久之后，狸猫怪身上的黑气消散，邪念全无，真正的小林回归，没有时间去追究狸猫怪。他被冒牌货的受欢迎程度刺激，叹息自己即使夺回身体也无法比拟。阿言温柔地说，不管冒牌货多好，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喜欢的是真实的你。对此，其他妖怪也表示同意，大家的态度消除了林的疑虑。在欢声笑语中，这场闹剧终于结束。接下来的日子，小林认真工作，终于步入正轨，搁置已久的小说也开始得到推动，一切似乎都在逐渐好转。然而狸猫怪的出现仅仅是序幕。小林恢复写作后，在公司的任务也进行得很顺利，甚至连一向挑剔的阿尚也找不出毛病。除了阿尚，小林在出版社还有另一位上司，名叫阿朱。和阿尚不同，阿朱对小林非常友好，还邀请他参加出版社举办的研讨会，可以与其他新人交流经验。小林不想错过提升自己的机会，他立刻答应参加。小林按时到达研讨会，不久就被要求在会场创作，所有优秀的稿件将被出版社选中改编为电影。负责此次活动的阿朱和阿让为作者们准备了许多独立单间，这样他们可以安心写作。想到众多抢手环伺，小林感到压力山大。阿朱像个贴心的大姐姐，特地来给小林加油打气，还递给他一颗神秘的药丸，提醒他在灵感枯竭时可以依靠这颗药丸。阿朱的关怀让紧张的小林感到安心，他甚至没有对药丸的来源产生怀疑。几天后，小林注意到很多作者的脸上都出现了奇怪的黑眼圈，他以为这是因为大家努力写作的结果，担心落后，危机感急剧上升。他急忙吞下了阿朱给的药丸，结果正如阿朱所描述，吃下药丸后，
小林的灵感突然涌现，他的脸上也开始出现黑眼圈，眼神变得空洞。最终，小林的作品被顺利选中，很快即将出版，并将被改编成电影。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新书的作者名必须改为出版社社长黑原的名字。黑原在公司一言九鼎，连平时傲气的阿尚也不敢在他面前反驳。此时吞下药丸的小林眼神空洞，神智也变得模糊，他竟未觉得这一切有何不妥。当讨论到将书改编成电影时，黑原未经小林同意就直接决定了一切，他完全把自己当作书的作者。小林对这一切只能被动接受，甚至还接受了继续写下一本书的任务。按这样继续，他将完全成为出版社的写作机器。小林漠然地向妖怪们述说了这些事，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大家纷纷表示不满，担心小林再次在工作中被欺骗，也担心他现在的漠不关心状态。小诗认为小林可能中了妖术，这才会突然失去自我，于是精心制作了一种解药，让小林服用，帮助他恢复了清醒。清醒的小林意识到自己成了出版社的工具人，他无法在自己的书上签名，连电影改编的决定权也没有，这让他非常愤怒。他放弃了之前的顺从态度，在一次会议中直接严厉批评了嚣张的黑原，并宣布不再做他的幽灵写手。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小林竟然这么坚决，但得罪黑原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小林一回到家就收到了阿朱发来的消息，要求他主动辞职。小林还没想好如何应对，网上突然充斥着关于他的谣言，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攻击他。面对这种情况，小林彻底慌了，他明白这肯定是出版社的报复，急忙求助于众多神通广大的妖怪。妖怪们听说小林遇到麻烦，决定不能坐视不管，立刻派阿九和飘叔深入调查。他们根据小林的经历，了解到阿朱用药丸压榨新人作者，决定伪装成作家接近阿朱，同时调查神秘的阿尚，发现他们身上有妖怪的气息。阿九和飘叔用妖术揭露他们的真身，把他们带回租屋处。小石发现他们两人已经被黑化，立即采取行动，驱散了他们身上的黑雾，让他们恢复原貌。阿朱原来是蜘蛛精，他曾看中黑原的才能，帮助他一步步上位，但黑原越来越霸道，甚至让阿朱压榨年轻人的才华。阿朱因不敢违抗而陷入罪恶。阿尚原是山谷中的回音怪，善于模仿他人声音，缺乏自己的主见，惯于服从强势的黑原逐渐成为他的走狗。通过两人的自述，众人了解到他们黑化的原因，怀疑黑原的名字取自他的本性，可能是导致妖怪黑化的根源。朴叔根据黑原的性格推测，他可能是传说中的堕落巨人，拥有极大的力量。这一猜想让所有人都震惊，使得阿朱和阿尚也感到害怕。为了查清黑原的真实身份，众人开始了深入调查，发现黑原收藏了许多富士山的画像，并且像堕落巨人一样喜爱柿子。这一发现验证了他们的猜想。这条消息让所有妖怪都感到沮丧，他们觉得无法帮助小林解决谣言的问题了。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小林已经成长了许多，他重新找回了创作的热情，也重拾了自己的自信。现在他能够抵抗外界的恶意流言。之后他对妖怪们说他会坚持追求自己的写作梦想。说完这些，小林的头上慢慢长出了一根角。恰好在这时，房东老满和小满路过，看到了这一幕。老满指出这根角象征着坚持梦想的决心和勇气，对此小满感到有些震惊。尽管小满跟随父亲见过许多妖怪，但看到自己喜欢的小林变成妖怪，他感到非常失落。他不知道这段单恋该如何继续。角重新长出后的小林充满信心地宣布要挑战黑原。妖怪们看到这一幕都感到鼓舞，他们纷纷表示会支持小林。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他们开始准备对付黑原的计划，甚至请来了能与黑原匹敌的黄泉女。首先，他们安排阿朱和阿尚以准备好酒好菜道歉为由，诱使对方来到合租屋，然后用黑原最爱的柿子分散他的注意力，抓住机会将他逮捕。最终所有妖怪一起显露真身，对黑原施展妖术，企图让他露出真面目。没想到黑原完全不受影响，他迅速挣脱绳索，径直冲向他心爱的柿子。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还是没能抢到柿子，结果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地上哭泣。看到这一幕，小林缓缓说出了自己的猜想。他从黑原的自传中得知，黑原从小家境贫困，即便如此，他的母亲总会买柿子给他，因此柿子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支柱。
小林推测妖术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黑猿只是一个厌倦贫穷，想要通过任何手段致富的普通人。被小林揭示真实本性后，一直试图保持镇定的黑猿终于崩溃。他害怕的承诺以后绝不再压榨新人。得知黑猿只是个普通人后，所有妖怪都松了一口气，没有对他穷追求极致。好心的黄泉女还主动安慰像孩子一样哭泣的黑猿。这个故事的最后，识破了黑猿本性的阿朱和阿尚不再被控制。在这一系列的挑战中，小林又长出了不一样的角。虽然还不清楚是谁导致妖怪们变黑的幕后黑手，但小林很清楚，只要自己的脚还在头上，朋友还在身边，他就有无限勇气直面困难。